个山洞呢，就是有一个老板呢，他姓朱，然后他跟对那个后边那个是老板娘，他们在这个山洞里面酿酒，听说已经投入30多万元了。等一下我们说，哎，老板娘过来了，哎呀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来，给你喝，给你。元凤老师，你知道他们这个多少年了吗？这种天然山洞，像这种大约应该至少都要几万年才能形成。几万年那是什么概念啊？几万年前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，这个洞已经开始形成了。我们现在在等老板回来。老板娘你好，你们吃住在这里吗？对，我们就住在山洞里面。你们这个是在这里做饭啊？对，这里做饭，一会儿我们在这里做饭吃嘛。不用，我们是才吃了，我只是看一下你们。这里面还没装修，看着有点乱。做饭也在这里面，然后每天工作也是酿酒啊。对。那你们吃住都是在这里面哈？对。那你不是常年都在这个山洞都没有出这个洞啊？对的。厨房没装，这装出来的话，我们房子装了要好一点了就。你要装修了啊？这里面这个山洞是冬暖夏凉，我们现在在等老板回来，回来的话就带我们去上面看一看。这边的老板你好，他叫小薇，我是小薇。远方老师把灯都拿来了，这样进去看呢就更清楚一点。这个是天洞必备的嘛。哇！这里面还有洞啊？有啊。那么深啊？我以为就这么一点。可以走几个小时啊？还走不完。现在只是修了1小时就出来了。他现在这边呢，主要是用来存酒的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存这么多酒。哇！对。这溶洞啊？对。那从这里一直走差不多2个小时，又在另外一个山洞的出口那里住了一会。连在一起啊？对。在山洞里面存酒有什么好处啊？山洞里面1年4季恒温。恒温储藏出来的效果，它在洞里面存放1年，相当于你在其他平常的温度存放3年的效果就达到。那你酿的这个是什么酒啊？我酿的有玉米酒，有高粱酒。我看这个坛子特别大，还有那个大小不一，像这么大的坛子，一个人装多少斤酒啊？1000斤那个是。哇，1000斤这么多啊！那这个小的呢？这个小的是500斤。像这个酒的话，你从视频就能感觉到有很长的时间了。这一坛酒已经3年多了。3年多。那这个一斤要卖多少钱啊？这个现在的话，差不多80左右吧。80左右，1000斤，那时候你还要多少钱？8万块。哇，这价值8万块哦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时间短一点，这个2年的酒。2年的酒，那这个价钱呢？这个就是60左右。60左右，5、6、30也要3万块钱。都没开坛的，这些酒都要开坛的才定那个价格。你看，那像这一张卖1坛就能卖3万，这个是8万，合起来就2坛就10多万。那你这边我看一下，从里面到现在至少有几十个坛嘛，那不是价值好几百万？现在没多少了，现在今年基本上卖的差不多，现在只有几千斤酒了。那你酿酒的工艺都是用什么方法来酿的？100年老工艺。100年老工艺。以前古时候酿酒的那个工艺都是传承。不是现在最专的这种手工艺，也是用最古老的那种方法。老方法酿的，它的全部是人工。第一，它的人工比较高，它的产量比较低，但是它的口感比新工艺的还好很多。是这样，对。那你酿了这么多酒，为什么要把它放在山洞里面储存呢？它这个山洞里面一年四季恒温嘛，它恒温储藏，然后它能有效的挥发那个酒的酒分子，它能使这个酒快速的这个成熟。一整年的产量大概在20吨左右。20吨左右。但是很多酒都是限量的在卖，特别是老酒这一块。那就是说1年有多少收入吧？今年的应该现在说的话，应该说是去年吧。去年的话，差不多应该是40万吧。那可能。当初你在这边来投入，酿这些酒大概是投入多少钱呢？最开始过来的时候投了30多万。投了30多万，难道现在1年能卖40来万？那也算可以啊。你还是说成本就是慢慢的就回来了，是吧？那这样挺好的，对。以前你是干什么的？以
以前我是在外面打工。哦，也就是说以前你在外面打工，然后后来就不打工了，就回到山洞里面来酿酒了。主要是我们祖辈是酿酒的，然后也是做的这个百年老工艺嘛。现在这个市场上做这个百年老工艺的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啊。我也是想到自己也喜欢这样的一个行业，也是想传承这样子一个东西。哦，那这样朱老大真是很厉害。这个酒就是你跟你老婆2个人酿酒出来的吗？有没有其他团队啊？有时候忙的时候会请一个工人过来帮忙这样子。请一个工人就可以了。不忙的时候就是自己做。哦，那你们好厉害哦！就是你们酿酒，就最忙的时候是哪几个月啊？最忙的时候就是马上这个天气暖和就开始的话，一直到10月份左右。哦，每天要忙多少个小时来酿这个酒啊？7、8个小时左右。就跟上班一样嘛。对，差不多。哦。但是这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？自己今天想做的事就可以做，不想做的事就可以休息了，因为自己做嘛，就不存在在别人那里上班。今天不想上班，你也得去，想上班也得去，对吧？比方说这个酒30万一斤，放1年50，再放1年70，再放1年90。哦，就是每年涨20这样子，这样去放。因为你需要成本去放嘛。太多了，一点点来倒在那个里面一点。这个酒要卖多少钱一斤啊？80吗？这个酒100，非卖品都没卖了。100呀，非卖品。卖的差不多了，这个酒没有了，前面开了1000斤，全部卖完了。放了5年啊，这个酒都已经卖光了吗？这还有大概还有几十斤左右吧。拍到吧。你老婆说你很帅。走到这里练技术来了。哇塞，这个坡啊！现在去另外一个山洞。哇，这条路会车就麻烦了，换一档了，你看这个弯。哇，这里面全是平菇哎！对。我今天才知道平菇原来是这样生长的。哇，好多。这一片是客户存酒区。哦，就是。客户买了我们的酒，然后冻藏在这个地方。哦，客户也可以买酒。存在我们这里。以前我去旅游逛溶洞的时候啊，里面都是要收费的，但是他们都没有拿来收费，全部都存了这种酒了，存了价值上千万的酒。啊，还要这样钻进去啊？对，你听一下这个声音哈，等一下。哎，是不是？嗯。它跟钟声一模一样的声音。对呀，但是它是石头啊。对啊，这就是它神奇的地方。问题是你敲了，我手触摸的时候还在抖。对。不怕它掉下来吗？不会掉，这个不会掉。但是我这样摸着它，真的在动一样哎，就像手机震动那种。对。里面没有了吧？有的，但是现在没修了，里面。没修，但是里面还是很深。对。哇，还真是哦。天都黑了，我们现在离开了，
还要走17公里的山路啊。相机先吃。今天呢，我们去拍完山洞，然后来到了这个叫鸭溪镇，去这个宜庆县的剔骨鸭，也就是说它是没有骨头的鸭肉。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吃，回味无穷啊！哎，我第一次吃这样无骨的鸭肉，哎，太好吃了，如其美味，真的是让人欲罢不能啊！太棒了，太好吃了。我吃的好多啊，你一直让我多吃多吃。我吃的也不少。你吃的很少了。你看我的东西不比你们少。对呀，你现在还没有开始做自媒体，都已经那么多东西了，那么专业了，赶紧做吧，开个账号。